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郭21岁，来自重庆学生；女嘉宾小石22岁，来自重庆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郭今天是来分手的是吧？对，我觉得刚过不下去了，就想分手。过不下去了，分手就分，为什么分到我们这儿来了？就希望能让他有清楚认识一下，不让他再纠缠我。哦，他纠缠你，就是你不愿意分呗，是吧？对，我觉得我们俩没啥问题啊，为啥要分手？哦，对对，那你说为啥要分手吧？主要是有两大特别大的不能调和的矛盾，我觉得是两大矛盾啊。第一就是性格差异太大了，再就是经济差异太大了。咱一条一条的说好不好？那就从一开始在一块儿那会儿说吧。那会儿我们是本来就是从高中开始就认识的，后边考进一所大学嘛。然后后边大学我们两人一起进了那个舞蹈团就相处过程中时间长了嘛，就自然而然产生感情了。刚开始在一起其实还挺好的，但那会儿我就发现他有点喜欢玩，就比如说他有时候来寝室找我玩，就跟我那些舍友关系特别好，然后跟他们在一块玩就不理我。然后有一次我舍友他们说我们几个男生一起出去玩吧，一起出去唱歌，然后他们就指名点姓说要把我女朋友也带上。我当时其实心里挺纳闷的，但是我还是带上了。结果一去唱歌那地儿，他们就一直在一块打闹啥的，也不管我，一个人把我晾一边，特无聊，我要打游戏。你自己不合群吗？那你自己合群，你跟他们那个什么玩挺好的，用不着我出面吗？我给你圆场面，然后你那些室友问你，你怎么一天板着个脸啊？有话也不说，也不爱说话。我说没事，他就那样，我还给你圆回来了。你没看那地方气氛挺好的，就你在那一个人在那板着个脸玩手机。你跟他们那么开心，我能开心吗？吃醋了是吧？我就是有点吃醋，生气呢。行，这听明白了，接下来往下说啊。其实更不能忍受的就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啊，因为他现在有钱了，我们俩不是经济差异大吗？我们俩但其实都是学生啊。他从那个你自个儿说吧，你怎么赚钱呢？哎，就跟那个爹训女儿，你说你怎么挣钱的？就是大二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就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就说开一个私人影院嘛，然后就一起创业呀什么的，然后就挣了点钱，他就不乐意了。这有啥呀？不是他，自从他有钱之后，他就变坏了，整个人性格变得特别。我怎么就变坏了呀？我有那么夸张吗？怎么回事？说说。他就一有钱开始，他性格就整个变得特别强势就拿吃东西来说吧就之前不管我们俩吃点啥。他也都能跟我好好商量着，还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知道我不能吃辣椒然后每次出去还能跟服务员说不要放辣椒现在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要吃什么然后要是我不想吃，他就我给的钱，你爱吃不吃。真的假的？也不是，那是我跟他生气呢，就每次出去我问他吃啥，他说随便，然后去哪玩随便，听你的都行。那我一个女生就喜欢听男生说我带你出去，然后就你安排完了，我就在后面跟着就行了。那他有点主见，我能这样吗？什么叫我安排？男生女生不都是平等的吗？我是给你更多选择权，让你当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你是新时代的男性吗？大家都一样，对啊，我们都是21世纪的千禧年的儿童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好，搞得像那上世纪一样呢。对，你没跟上那时代的步伐啊？那你怎么弄得非让人照顾你呢？他吃辣，你可以点不辣的嘛。不是有一次我脸上过敏，他非要吃火锅，他吃火锅就吃吧，然后吃了我脸上就过敏过了1周然后还装作没看见一样不管我。不是你过敏又不是因为吃火锅才吃的，他是吃火锅之前就已经过敏了行，你吃没吃？我吃了呀，他逼我吃的。谁让你吃的？他逼我吃，男女平等，他逼你就吃啊？真是，我不得稍微照顾一下他吗？吃上强势，还有什么强势吗？就更过分的是，他还管我的人际关系就我在大学不是有一关系特好的那朋友嘛，在一个社团认识的，人家真的特照顾我，平时帮我很多忙有次我跟人家在讨论那个社团里边活动，他来找我玩，我就让他那么稍微做了那么几分钟，他就马上冲我发火，说要我再跟他玩就要跟我分手，让我跟他过一辈子去。真的就不是几分钟的事儿，就他认识那个男生以后，就陪他时间比陪我都还多他干啥都在一起，我俩出去约会还把他带着，我还照顾他感受，问他吃啥干啥的。
还要想一想他想去哪玩，人家干啥都在一起，那他不跟他过，跟谁过呀？你跟你那姐妹不也这样吗？你能有姐妹，我就不能有关系好朋友？那我为了你，我好几次我朋友叫我出去，我不都没去吗？啊，反正现在你就性格就这么强势，你就什么都要管，你什么都觉得是我不对了啊。行，吃也管，交友也管，还有什么管？而且他既然跟我达成很多的那种共识，他都给我反悔了，出尔反尔的那样，不守信用。比如说。就我们说好之前不养小动物嘛，因为我有点洁癖，而且我就特别害怕那小动物，我有过敏性鼻炎啊。然后有次就跟他拌了几句嘴，他就跟我冷战了1天，第2天就给我带回来一只猫回来啊，而且就直接跟我寝室让我养，我整天像个保姆一样把那个猫供着。不是，也没说要养它寝室，当时我是不知道我们那室友他对那个猫毛过敏，他什么过敏性鼻炎啊，他一天3天2头往医院跑，啥事儿没有，然后。我就说先放你们寝室吧，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我就把它领回去，我就不让它养，再让那些什么费用我也给它了，我就没说让它养着。就本来那天下雨嘛，然后那只小猫在那楼底下也挺可怜的，我就给它抱回来呗，它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说就像你给的钱，你出了费用，你就永远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反正就该这样做呗。您不如直接去雇个保姆行吗？这男生呵，这嘴啊厉害嘞，行。撕毁共同的盟约啊，不守信用，还有什么呀？就他还嫌弃我哦，嫌弃啊！就之前那会儿我就生点小病嘛，就感个冒，他就能马上就端茶送水的那样，然后嘘寒问暖。然后有一次运动会的时候吧，我肠胃炎犯了就特别严重，我上吐下泻特别难受。我给打电话，我说你能来一下吗？然后当时他就说，哎呀，我这忙着呢，就马上给我挂了，特别敷衍那样。他还说我矫情，真搞笑啊！矫情吗？不是，当时我运动会，然后马上要轮到我了，那我说我马上跑完了我就来呗。那你要我怎么样呀？马上扔下来，然后那么多同学等着，然后老师等着，让我马上跑你面前来。比赛重要，我重要。那你不能有点责任心吗？那比赛都已经要开始了，我还扔下来。我不都打电话完了，我跑完了，我马上就把药给你送过去了，照顾你了吗？爱情不就是能为了你放弃全世界吗？你一个运动会你就放不下，谈什么恋爱呀？我觉得我就挺委屈的，有点恍惚，女生挺委屈哈。行，还有什么苦？素了。他还嫌我不上进啊！我哪儿不上进？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对吧？我就每天好好上课，然后按时上学，抽空打游戏。还说我不务正业，不规划未来。但现在不就该一个学生就该做这些事儿吗？我什么时候我说你好好上课是不规划未来了？我是说你要有针对性的，然后去选择一些书去看。你现在大3了，你马上大4毕业，然后要写论文什么的，你肯定要有一个规划呀。不是说你一天就在那学校傻听课，傻看着老师讲什么行就这样记下了。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阶段是该做这些事情。我没有你那么厉害，我现在就是个学生，我就只有生活费呀。然后你还嫌弃我这不上进？我嫌弃他也不是从我那个创业之后才开始的。就比如说大1的时候，那个暑假，然后我和他商量着，我就说你去找个兼职吧，然后就锻炼锻炼自己，顺便能挣点钱。那现在大学生做兼职的挺多的呀。是。然后也不是说人家什么没钱才去做呀，就为了锻炼锻炼自己，然后让他学习一下怎么人际交往之类的呗。然后他就说行，答应了。结果我一个暑假回来，人家天天在家打游戏呢，哪儿去找了呀？根本就没有去找。那我有点生气，我就说第2天咱俩去看看呗。然后我就想着呢，电影院我们有好多同学在那上班啊之类的，说那你去问问人家看能不能上。然后人家经理啊啥的就直接说，那你第2天来上班就行了，就挺简单一件事儿，就到他嘴里就是那种难比登天都还难的那种。我就不知道你要努力去做了，怎么可能做不到嘛？那么简单一件事儿，就没放心上，没上进。你就帮我去说那么一句话，你就搞定了事儿。你要我去费那么大周折，为什么呢？你搞清楚，不是我要去上班，是你要去。我那找的那兼职对我有什么帮助？对你来说，我那找的那点钱是杯水车薪。你需要我只去找那点钱吗？那我也没指望你能挣几万的，我只是想让你锻炼一下自己。我错什么了？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纸醉金迷，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那会儿我们过校园生活的时候，就是2个人虽然没啥钱，但能手牵手人喝个奶茶呀，去后山逛一逛，啥都挺开心的啊。现在他就觉得一定要用物质填满的生活才是那种幸福的生活。不是怎么这么虚伪啊？不是你举例子好不好？怎么用物质填满？就最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待会儿那个爱情记忆箱里边就会知道了，先保个密吧。哦，呦，
还挺会讲故事的啊。行，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要分手？其实虽然刚刚说了那么多，说的是他的问题，我自个儿心里边也还是有个坎儿一直没过去的，我感觉现在整的那经济差异这么大了，然后我其实心里边也还是觉得挺不舒服。其实我这个不舒服不是因为我觉得怎么，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老有些人说我什么说你什么。花我女朋友钱，别人说就说去呗，人家眼红啊，你管他呢？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管他干啥呀？那我就听多了，我会把我自己物化成那样一个形象，我真的很难过呀。你多了呀，那人家眼馋着呢。我给我男朋友花钱怎么了？关人家什么事儿啊？现在我非得要管人家，自卑了。对，我无能为力啊，没办法呀。不是，那你就努力啊，或者说你就接受现实嘛，就这女朋友比你能干，不就完了吗？他就比我能干，但是他就在我面前表现那个，你看他穿的衣服都比我华丽。不是，这事儿真不赖我呀，这节目组准备的，什么叫我穿的比他华丽啊？就是你说我挣钱了吧，我还是把他放在第一位的呀。比如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要想半天，考虑半天，纠结好久。但他一说他喜欢什么东西，我二话不说绝对就给他买了。就有一次我俩逛街去了，然后看到街上有块手表，他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当时他自己没钱，然后就说算了吧。然后我就过了几天，我就给他买回来了。然后他就挺生气的，我也没见他带我给他买那块表。我问问，就是小伙子现在想分手，对吧？为啥不分呢？你看他又不上进，对吧？就他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相处挺好的。就比如说我在外面挣钱，他能照顾我呀什么的，然后人也挺靠谱的。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要分呢？对，为什么要分呢？他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真的特别会照顾人感受，特别就是会体谅别人情绪的这样。就是他赚钱之后，他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就比如之前吧，那会儿我到月末了，我跟他开个玩笑说，我没钱，我后边只能天天吃白米饭，我好可怜啊。然后他就马上二话不说，说我带你去吃饭。当时我俩还没那么多钱，他就去带我吃了必胜客嘛。后边也是听他室友说，那是他身上最后100块钱。当时他就还是带我去吃了，他后边自己天天吃一顿饭，还是他室友请的。我当时其实心里边挺感动的，就觉得一个女生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还是心怀感激，心想以后跟她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然后我有1块钱也觉得跟你一起花那样。但是后边好像发现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子啊，我好像是一个多余的，我没有存在感。多余吗？不多余啊，我从来就没觉得他多余过。他现在是眼界开阔了，他对我就没那么上心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啊，他之前给我那个备注的什么是小甜心、小可爱、小宝贝之类的，现在就给我备注的全名，还不给我改回来。有一次他走街上嘛，我当时弹个视频，想看他干什么，好弹过去了，他就跟我说了1、2句话，路上瞅见一熟人，马上跟人家聊去了，就马上给我把那视频给挂了，管都不管我。朋友之间多久没见面了，就不能聊会儿天呗？那你天天跟我在一起，我走个路上你还能给我弹个视频过来，我让你等一下，怎么了？就没什么问题啊。什么叫相看两不厌啊？你跟我在一起久了，你烦了，那就分手呗，真是。哎呀，我这个很恍惚啊，但是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像不像那个太极那个阴阳两边，然后阴阳倒置了一下啊？这整场跟他们俩聊天就这感觉。行吧，让我们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一些建议，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郭你好啊！你好，你好。你今天是画了眼影是吗？对，我选的大地色，挺好吧？化妆师给你挑的，还是你自己要求？人家说我选的啊，你选的？对，我选的啊。我平时自个儿会化妆。你对时尚要求挺高的哈。对，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对别人尊重。好，向你学习。你今儿是来分手的是吧？对。我怎么觉得不是呢？我就感觉受不了，我心里边不舒服。我觉得你今儿是来抗议的，稍微的耍耍小性子，就是我们所谓那种撒娇来了。其实他变得有钱了，对你来说，你真实的内心想法是窃喜的，但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你对于他以前可能不太在乎的一些行为，他现在有一些这样的稍微有一些举动来表现出来，你就会觉得是针对你，你这个心里就不平衡了。
其实就典型的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因为你自己知道我没有他这个做生意的经济头脑，我现在目前的经济实力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我又不甘心被别人说，那怎么办呢？现实就是这样的呀。当你追不上你恋人的脚步的时候，要么面对现实，要么另外一条路，但你又不是想选另外一条路，你就是口是心非。所以我说你今天就是来撒娇来作一下闹一下的，就是你别再赚钱了，稍微看看我，重视重视我。我多怀念曾经你只剩100块钱陪我去吃那个必胜客的那个时候的你呀。但是也像你所说的，他现在眼界开阔了，他现在的世界变得充实了，变得更丰满了，可你的世界还停留在你们以前曾经那个阶段，所以就出现不对等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要求他变回去啊，他变不回去的，你只有跟上他的脚步才行。遇到一个这样真心实意对你的女孩子，你还那么矫情干嘛呀？没有那么完美的人，你想想为什么你们2个人可以共苦不能同甘呢？是你内心自己有一种不平衡感在作祟，这种不平衡感只有你自己能去打破，别人帮不到你，你也不可能让他倒退回去，对不对？你说的没错。谢谢你的肯定啊。说完了。对，就说完了，没什么想跟女生说的，就希望如果你打破这种不平衡感，你再说2句嘛，公平一点。让我说他呀，人家挺好的，没什么可说。来，我们下一位老师，来，好嘞。你对自己的外表很自信，对不对？我是挺自信的，但你现在的言谈话语掩饰不住你内心的恐惧。你其实心很虚的，你是外强中干。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发现你跟你女朋友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往日的手牵手，往日他把你放在第一位，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大，眼界越来越宽。你觉得他已经要马上就像展翅高飞的那个雄鹰，现在你可能还能蹬住他的腿。今天来这里，你也是希望说，我们都劝劝他，让他别那么自以为是。其实呢，真正要想的更多的是你怎么才能赶上他，或者你愿不愿意去追他。你想回到以前，可你又不知道对方到底错在哪儿，你只能把这个原因归咎为他现在经济和我的差异大了，所以是他变了，问题出在他身上。其实呢，你们俩都有变化，情侣之间的感情没有不变的，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有的人会变的方向是相同的，就能走在一起，但是方向不同，就可能会分开。你内心是很自卑的，就比如那块表，如果换在他没有创业之前，那块表给你何等的感激呀！但是呢，现在给你了，你有何等的厌烦，是你自己心里在作祟。女生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其实有些问题你是自己不能自觉的，但它让你这个敏感的男朋友感受到了。没错，经济会带来你的独立，但是这种独立一定不能说就让自己强势。你其实现在已经有意无意的表现出你的强势，比如说他以前你很照顾他的感受的，比如说吃的方面，他不能吃辣，其实你潜移默化的变了你们俩之间的位置了，你是要强势起来了。但是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的创业失败了怎么办？你的优势没有了怎么办呀？他是不是你那个依靠？他还是能照顾你的，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强势在心里，是通过让对方很舒服，感觉很好的这种交流方式，结果是达成让他上进多读书，但一定不是说去强势的对他，甚至于那就是不尊重的。他现在之所以感觉到不舒服，是觉得不被你尊重，不被你看重。所以说你的变化你一定要自知，否则你们俩感情就会越来越淡。调整心态你也需要，不要让自己盲目的自卑，好吗？就这样。刚才听你们讲述的时候，听男生讲述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笑，
比如说你会撒娇说你以前叫我小可爱小甜心，你现在都不这样叫了，那可能以我们传统观念来讲，男生这样的撒娇卖萌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核心，不是说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和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想的大男生的样子不一样，你们的问题在于对待感情的模式，对待生活的模式，一个人对内，一个人对外。男生所有的感受都是你有没有关心我，我拉肚子了你就不能跑步，我现在就不想上进，我认为学生这样做就挺好，所有的都是一个字我，所有的感受都是一种感受我。对内的感受，不去在意对方的感受，就会让你呈现出来的是撒娇卖萌。当在爱情中都是对内的时候，那就离分开不远了，因为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要是对这段感情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继续相处，那么请你适度的放掉自己的感受去关注他，你要去分享他的世界，分享他的感受，你们才能一起往前走啊。而女生我觉得你又在感情中过于关注对外了，你的感受大多来自于对外。我在创业中得到的价值感，我甚至走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之前很长时间没见到的朋友，我关注的都是对外。我希望我通过社交，通过赚钱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生活中我们去做事情可以这样，但是感情中如果你所有都是对外的话，他就会觉得你忽略他，而且你对他的要求什么一定要去打工，一定要去这个赚钱，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不要把自己的对生活的理解强加在别人身上。你过分的伸手到他的生活中，要求他学这个干那个，其实看起来是希望他上进，骨子里还是对他不够尊重。他没做错啊，如果他说现在已经毕业了，他不上进，他不努力，他不工作，你可以对他有要求，你甚至可以为此离开他。但是这个阶段你总是拿这个说事儿，他不舒服，你自己也会不舒服。所以尊重彼此生活的阶段，尊重彼此对生活的态度，这是你要去调整的。还有一点，你要去想想你们俩如此的不同，你是否愿意在以后的感情模式中真的就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是小可爱？你把他的名字已经改掉了哦，你不想再叫他小可爱了，那你的生活中是否还需要一个小可爱的男生做你的男朋友？如果你能接受并且喜欢这样的存在，那你就要去认可他，去尊重他。如果你不接受自己步子已经走大了，希望对方不是小可爱而是大男人，那你要告诉他，你要让你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这个决定权真的是在你。所以希望你们都能理清思路，开开心心的。谢谢。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比他更柔美？或许吧。你喜欢这样吗？挺喜欢的。我喜欢别人说我长得乖。其实我知道，要承认自己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跟你比较的这个人在年龄上、地理上离你很遥远，也许你承认起来还相对容易。但如果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你要向众人承认我在某一方面，比如说挣钱，我就比他差，这的确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吗？因为你把这个问题走向了极端。你或许在想，如果我一旦要是承认了我挣钱比我老婆差，或者比我女朋友差，那我就一无是处了。事实上不是这样。我在挣钱能力上比他差，但并不代表我是没有价值的。你明白这一点？明白。所有非常美丽而夺目的事物一定会有一个陪衬的，但是你要知道，陪衬是有价值的。而你恰恰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一旦我向大家承认了我低了头，我不如我女朋友，那我就一无是处了。错。如果你能够踏踏实实的看着她飞得越高越远，关心她飞得累不累，那么你的这个陪衬就做得很踏实。你这种踏实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她挣钱本身的价值。她总有挣不到钱的时候，
当有哪天他生意溃败的时候，你能像他一样拿出100块钱来请他吃必胜客，无论何时何地，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其实这种价值是最珍贵的。你又何必在别人稍微好了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反唇相讥，就一定要去奚落他呢？又何必呢？所以我在最开始我问你，难道别人说你比他更柔美，你高兴吗？错误，应该别人说你比他更包容更宽阔才更有价值。其实你长得怎么样，面容精不精致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内心能不能像海一样去包容。他今天挣了钱了，他有点骄傲了，我能接受，我能理解，因为我是他的爱人。他哪天落魄了，我依然可以接受，因为我从来没有因为图他的钱而跟他在一块儿。你说呢？是的。所以说你心里始终要做到不卑不亢。当然这对于你现在来说很难，因为你年轻。很多年轻人像你这种年纪，一旦自己的女朋友挣钱能力比自己强，或者是在学生会当了干部比自己牛，交际关系比自己广，很多男人都会显示出比你更多的心胸狭窄。所以这不为难你，但是你一定要切记，如果你要是爱他，你就尽量往这方面去靠，包容一点，好吗？你也别嘚瑟，你一定是在某些言语上刺激他了，只是你茫然不知而已。基本的尊重是必要的，好吗？行，就这个。男生用了一个词特别好啊，说现在讲究男女平等。你觉得什么是男女平等啊？双方拥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哦，就平权呗，是吧？对。那女人比男人挣钱挣得多了，有啥呢？但就有些总有些事。不是，那有啥呢？我们生活不要生活在拧巴里。所谓拧巴是什么？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把这个观点拿出来说，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推翻这个观点。因为你在心里面可能还不再平等，所以你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女人挣钱比你多，你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女人在某一个舞台上面比你更耀眼，对吧？我就是小气啊，我就是小气。改呗，慢慢改呗。当然最核心的是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两个人舒服不舒服。如果舒服，我建议你再考虑考虑。如果你实在是不舒服，姑娘再也不挽留。好了，你们自己抉择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你想咋的嘛？我觉得你现在找不这么快，我反正跟不上。我可能就现在没有这么大能力吧，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做不到像你那样子，所以说我这样子的话被你这样拖着走我会很累的，这样对你也不好，放开我你可以走得更远啊，所以说我觉得分手吧，真的。你说我走太快了，那我现在不走了行吗？我停下来等你行吗？我跟着你一起努力慢慢爬上去不行吗？就是在一起3年，我就觉得我们俩都挺好的，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就为什么要分手呢？但是回不去了。来，请亮灯啊！来吧，看看你们记忆箱里面放的什么记忆，打开吧。刚才不是留了个悬念吗？开箱吗？来。女生送的是啥呀？那个就是我之前来之前我妈给我发的微信，然后就问我要是回去的话就把她带上一块儿呗，然后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们觉得她也挺靠谱的，然后就想看看她呗。把你男朋友带回屋头来看一下嘛，妈妈也觉得你的男朋友啊人品还不错，对我们两个也多好嘞。我跟你老汉儿都想你能够跟他一起往走下去嘛，你们两个嘛一起好久了哟，妈老汉儿不想你两个有好有钱嘛，反正你两个觉得幸福就好了嘛。行，你放的是什么呀？ 2条围巾，一条是
刚在一起的时候，他送我一条手织的那条白色的，会觉得很珍惜，因为是他很用心去做的，在寝室里边用很多天，然后做好这样一条围巾，我就把它像当贡品一样放我家里边。另外一条是他后边赚钱之后买的另外一条那个围巾，但是我不喜欢，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虚荣的人，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好好在一起就行了。我不需要你这些东西，我不需要这些奢侈品才能供起我们的生活。我觉得生活可以很简单、很幸福的。行了，回吧，两位。啊，来，请关门。来吧，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放一旁，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有戒指都已经来不及。有话说吗？算了吧，就是我挽回过了，我也不后悔了。哎，都是他的选择嘛。哦，尊重他的选择是吧？